他当初怎么会来我们诊所？我们看到吴医师在 YouTube 上面有影片介绍嘛，他不主张拔牙，虽然牙齿已经被拔了，后悔，没了解这个事。牙药宝找三宝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医师，保牙、保龈、保笑容，照顾你的口腔健康。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谢小姐来聊聊天。谢小姐现在在哪里工作？在英国。在英国。她当初怎么会来我们诊所？好像有去别的诊所，看到其他的不喜欢的。我们看到吴医师在 YouTube 上面有影片介绍嘛，他不主张拔牙。虽然牙齿已经被拔了，后悔，没了解这个事，吴医师。然后呢，我当时要拔牙的时候，我会跟那个医师讲说，我可以保留这个牙。他说没有办法，然后我就说想很久，然后我就好好拔嘛，因为他一直很坚持要拔。我说可不可以救？他说没有办法，没办法救。然后他就跟我说牙齿已经被那细菌侵蚀了，然后他只好拔。然后我说好吧，然后就那时候是会摇吗？还是会肿？会摇，会摇。只好听从医师的建议拔掉，拔除。那拔掉之后呢，我是觉得蛮后悔的。那因为我看到他的周边啊，他的那些工具都是暴露在空气之中嘛。那我后来我讲说，我应该不会给他做植牙。不会。对，因为我们像牙科环境是一个 aerosol， 就是飞沫的环境啊，所有东西就是能包装起来就是包装起来，但要用再打开的环境，我们所有东西都放抽屉里，所以就不喜欢那边的环境。而且它好像有3张床就是公开，都是 open 的。对，有时候别的整间在洗牙，然后飘就有可能就。所以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感控的部分，在美国啊，国外都是独立诊间呐。对。这样子这个感控会比较好一点点。所以就是为了这个感控的问题，让你觉得心很毛。对，刚好看到看到吴医师的影片，我想说，那反正那个最差的都是人，那这个应该随便怎么比他好，进家全都比呀，就来。对我们这边的环境感控有失望吗？没有失望。那在英国本身也有英国的保险，英国的保险是有，但是我们通常还会再支付私人牙医，还有私人保险。是，所以后来还是决定在台湾做这样。对，把钱带回来嘛。对吗？对，聪明。那这本来想说，我们植牙是前年的年底嘛，对。那怎么会隔那么久？今年才回来，隔了1年多。我本来想说半年就回来了，结果隔了1年。我机票很便宜。那个机票很便宜吗？没有啦，我想说，对啊，我想说，1年。你1年回来1次？通常1年回来1次啊。那这次做门牙，觉得还算满意吗？满意。因为门牙真的是难度会比较高啦。我们前一个患者，他门牙做起来就是特别长，你有看到吗？有。好，所以骨头条件也还不错，所以我们就照标准该补的补好，该做肉的把它做起来，让它。戴了也是不太习惯啦，那也不太能受力啊，会翻啦，它会晃，啊，这次还
还会记得你的活动假牙吗？出门的时候会，因为已经戴了2年，然后有时候还会突然间我忘记了我有做，还有那种惯性的好像不用戴了，然后那个舌头会去舔一下，不用，现在有支架了，就好很多，不用提心吊胆，忘记戴。戴口罩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在英国现在的医疗环境，你觉得没有什么？医疗环境没有，我是没有台湾，觉得没有台湾方便呐。而且他们有时候会约你了，然后会跟你一直演。真的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也是嫁到英国去，他好像是乳癌，就是有那个 cyst， 就是那个点cyst。对，然后他到最后就是疫情前，他赶到那个国门还没封之前就回来台湾治疗，就很顺这样子，很顺的过来，就是台湾的医疗还是比较容易的，那在国外没办法。然后他就是医生会跟你说，因为我们那里有3间大药厂，全世界3间。然后他的药医生会跟你说，如果你要比较好，要自费，自己去买，所以也不见得便宜。对啊，国外就是高阶的药啊，或者是治疗，医生通常先咨询如果你要自费，然后他就直接帮你找药厂，就是药就给你开药给你，那你必须买。对啊，因为国外的医疗环境是说，医师他会在大医院看诊。如果你要做高阶的，就把你走过去。牙医也一样。真的。一年都要付1-2万，就是光是付他，我们是付月的。那他一年就是帮你洗牙跟看牙，就是检查。包月这样子？没有，他是固定要配的。配就是洗牙跟检查2次，就是各2次这样。如果你有问题的话，他们会再去找那种拔牙的，专门找拔牙的。拔牙找拔牙的。对，然后根管找根管的。都分科都分开，就是要约这样子。我有那个牙齿是因为打了第3针，好像有影响到。第3剂就开始发炎。我就那几天整个身体就好像要感冒。然后就牙龈开始整个那个免疫力下降就昏昏沉沉的，然后就是我刷牙的时候不小心有伤口嘛，就感染了。我说平常那牙龈流血，我就直接就好了。之后就完蛋了。那时候是根管的问题还是牙周的问题？你看起来没有牙周病啊。我那个时候没有牙周，可能有时候那个旁边有一些，比如说牙龈发炎，对发炎。可是我说那一颗拔掉那一颗，那时候是咬吗？那时候没有摇，就是因为免疫力下降嘛。那然后我就因为我刚好画那个刷头他就比较硬一点，然后就把那个后面那个牙龈窿画大了。然后我想说，平常这样都没有事，那就一直流血。结果我好像隔了2-3天，那个痛不一样，跟平常那个流血那个不太一样。他说会不会是牙周病？然后就这样想。因为刚好卡在那个圣诞节西方是放假的，然后又卡在过年，很难约，非常不好约。然后我约的时候是隔年1月份的第3个礼拜。那时候在英国看，了。然后那时候牙齿已经开始摇，我想说完了，那一直牙周病。然后一直约，那医生也不确定，因为一直约，也一直延误嘛。到4月份我还没有办法得到适当的治疗。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在英国也找不出什么原因。我觉得那个医生没有经验。我觉得这很容易就发现像我自己就知道，我怀疑他是牙周病的因为会摇嘛。对啊。你有可能在肿肿也会摇，看是什么原因在造成的。我那时候笃定他是牙周病。过去就过去了啦。
所以大家好好珍惜台湾医疗。对，谢谢小姐，拜拜。拜拜。牙药宝找三宝。